今天我们讲第三节啊，介绍这个英国的一位法官叫贝格比。这个殖民地呢来了很多人，这些人来到这里呢，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呢无秩序的状态啊，因为他们呢都是蓝人比较多啊，来的大部分90%都是蓝的。所以呢，他们呢就是为了争地盘啊，为了争抢利益啊，杀人啊、掠货啊、抢劫啊等等事情呢，都经常发生啊。可以说呢，这个社会秩序是大乱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英国呢就及时派来一名法官啊，这个叫贝格比啊。这个法官呢来了以后呢，颁布了很多这种法律制度啊，慢慢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个社会秩序就稳定下来。所以我们先听听水哥给我们读第三节《洛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2章淘金热潮。第3节贝格比法官建立新殖民地法制。马修·贝利·贝格比是一名陆军上校的儿子。1819年5月9日出生在一艘英国前往毛里求斯的船上。他在毛里求斯一直生活到7岁。之后跟随父母回到了英国，从11岁到17岁，他在伊丽莎白学院接受教育。贝格比在剑桥大学获得了他的第1个学位，他在那里学习数学和古典文学。贝格比参加许多课外活动，包括表演、餐饮、社团、下棋、划船和网球等活动。剑桥毕业之后，贝格比继续在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1858年8月2日，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成立，在短时间内人口爆发性增长，引起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那时候，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为了争夺地盘和经济利益，凶杀仇杀案经常发生，黑恶势力横行霸道，原住民与新移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甚至发生暴力冲突。这让很多无才无识的守法公民心惊胆战，新殖民地政府的管制能力显得力不从心。詹姆斯·道格拉斯总督向英国政府紧急请求法律人才支援，于是贝格比在伦敦完成法律实习后，马上被派遣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政府工作。1858年11月16日，贝格比抵达维多利亚。11月19日，他在兰里堡宣誓就职法官。贝格比于1858年至1866年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殖民地最高法院的首任法官。在1858年开始的飞沙峡谷淘金热和1861年开始的卡里布淘金热中，对于建立新殖民地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秩序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时期，他起草了多部法律，包括1859年的移民法、1859年的黄金矿区法、1860年的土地征收法。贝格比是一个非常认真勤奋的法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各处开巡回法庭，他徒步或骑马到各个地方开庭，有时为了一次开庭甚至徒步350英里。他一年累积旅途3500英里，前往各个矿区宣传最新的法律条文。无论临时法庭多么简陋，他总是穿着司法长袍，戴着假发，一丝不苟的审案。1860年，贝格比遇到一个案件，一名叫威廉·马歇尔来自加州的白人袭击一名原住民。这个原住民只会用自己原住民的语言做证词，而贝格比因为可以熟练掌握多种原住民语言，不需要翻译就可以审案。他还允许其他宗教信仰的证人用他们自己神圣的物品来代替圣经发誓，说出证词。1864年，贝格比主审为奇尔特廷部族首领谋杀案，这些人是奇尔特廷冲突的领导人。这5人被判有罪，并被判处绞刑。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加拿大联邦，贝格比成为第1任首席大法官。他把这个省的司法系统引导到一个相当完善的时代，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法官的特点，推进了司法工作的进步。贝格比公平对待及保护包括华人和原住民在内的少数族裔权利。他谴责华人购买童养媳的习俗，但是承认他们的事实婚姻关系。
他在13年的巡回审案中判处了27个罪犯绞刑。贝格比后来被称为吊颈法官。贝格比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大自然爱好者和旅行家。他在旅行期间记录观察到的事物，包括绘制地图和桥梁建筑图。他还喜欢唱歌剧。据英国报纸报道，1875年11月19日，贝格比被授予骑士爵位勋衔。这个勋衔一般只授予对社会事业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贝格比曾卷入棉木镇和巴克斯维尔之间的土地交易丑闻中，但他否认所谓棉木丑闻的任何不当行为。1894年6月11日，贝格比在带病坚持他的最后一场司法工作中去世。他的葬礼盛况空前，安葬在维多利亚市的罗斯湾公墓。借中评论，华人的儒家思想文化中有克己复礼这种教育，礼就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守则。淘金热人口密度急剧增加，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非常重要，否则人类就会以强凌弱，互相残杀。马修·贝利·贝格比的到来，建立了一套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法治制度，受到当时占人口比例接近一半的华人大力支持和拥护，所以工作进展顺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才能发展。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传播到加拿大。贝格比是不是很厉害啊？他就来到这里以后呢，他有名的就是这个丢颈法官，就是吊脖子他专门的他判了很多人呢，就是这种绞刑就吊脖子的这种绞刑。所以呢，这里的老华侨本地人呢都叫他是吊颈法官丢颈法官。他为什么判这么多人吊脖子呢？因为呢当时的那个仇杀案凶杀案特别的多特别是那个白人外来的淘金者跟原住民争抢地盘经常呢发生那个冲突。这么混乱的社会制度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好好的生产。所以呢，他来了以后呢，他就先打击了一批发动这些冲突的人呢，抓起来。他不管你是白人不管你是原住民，不管你是中国人他都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所以呢，这个殖民地政府呢，很快就能够压住这种混乱的秩序的这个局面。慢慢呢，这个殖民地呢就开始了稳定下来那在那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这种人呢，你是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秩序的。所以就是叫这种呢比较强硬的这种法官呢来到这个地方每一个案件呢就采取一种呢，就是用英国的那套法律程序后来又颁布了很多这个法律制度让这个殖民地的人民呢都纷纷遵守这个社会秩序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如果你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搞生产的。我们作为平民百姓，我们是需要好的社会秩序我们才住得安稳我们才住得安心。有特权的，有特别权利的人呢，强势的那些人呢，他就不需要法律制度这样的话呢，这个社会的大乱他就能够浑水摸鱼这两种。那其他人呢，大部分的人呢都希望呢这个社会稳定，这个制度非常的井井有条，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章节呢会讲到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故事。